今天深入数据辅助的小朋友，我们又见面啦！爱看系列第2期来了。本来是没打算做 Pro 的横屏的，但是因为上期视频呢，感觉大家兴趣非常大，本来是只打算做 vivo 跟 OPPO 的，但是又发现手上呢还有小米17 Pro Max， 那干脆就一起做了。然后我又突然想起荣耀某高管在微博上非常高调的宣传自己的影像，本来对荣耀的影像呢是不抱太大希望了，但是他那么高调了，那我也想试一下他的影像算法有多大的进步。一咬牙一跺脚，看到京东上还有先人一步，我就给大家也买来了荣耀 Magic 8 Pro。所以这期视频呢，没有恰饭，希望各位小伙伴不要吝啬你们的3连啦，给个关注，因为你们的支持呢，我后续才能做更多的横屏视频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。而这期视频主要讲的就是4台手机的影像对比，而周边配置呢都是相对比较水桶的，这点大家倒是不用太担心厂商的刀子。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 ，OV 两家的处理器是天玑9500，荣耀跟小米呢就是骁龙815啦。最近有很多人都说天玑玩游戏不行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现在天玑的处理器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，日常使用起来，天玑跟骁龙呢现在是基本一个水平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呢要理性看待这一点。屏幕分辨率全部都是 1.5K， 荣耀屏幕它的字体呢感觉有点锐化，我不知道大家从视频里面呢能不能看出来，这是我非常敏感的一点，就会有点不舒服。其他3台呢就是没有这个感觉了，屏幕其实显示效果都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硬件上荣耀有最大的优点，它有国产手机里面唯二的3D 人脸识别，用过就知道有多好用了。而其他3台手机是没有的，它的超声波指纹识别也没有阉割，所以好评。我就发现它们的震动马达呢也会有点区别，因为我看弹幕有很多人也会问到，就是 vivo 它今年的这个震感如何？相比于它上一代的9595，它的震感提升呢还是很明显的。跟今年 OPPO 的这一台呢非常仔细去对比的话，那 OPPO 可能会稍好那么一点，但是日常使用差距不大。荣耀还是老传统啊，就是对马达震感的调教呢，我感觉还是很一般。小米0809级别根本就上不了桌。但是好就好在它的调教还是有点心得了，就只能说还行。但如果你去对比的话，那差距呢就还挺大。风水轮流转嘛，今年 OV 米都是纯直屏，就荣耀它今年呢还是保留了去年的那种等身四曲。你们是觉得等身四曲好呢，还是这种纯直的屏幕好呢？然后很多人会说，为什么我要说手机壳说那么久？手机壳这种东西你送了我可以不用，但是你这个手机都卖到6000加一段了，你送一个好的，起码对于你整台手机的形象呢还是会更好的。X9 Pro 呢它这个就做得非常的好， vivo 的 X300 Pro 一样的优秀。 OV 2台 Pro 的手机壳呢4台里面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去年是买过荣耀 Magic 7标准版的，它送的是同色的类似于 vivo 这样的硅胶壳了，质量还不错。但今年Pro 反而送了一个清水壳，我不太能理解，感觉就有点劣质。为什么没有小米的壳？小米那个硬塑料壳已经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，质感跟效果都是最差的，甚至都不如这种清水壳。好，聊完他们的周边配置呢，再聊一下他们的影像区别吧。主摄啊、超广角啊，其实差距呢都没有特别明显，主要就是在长焦上。除了小米之外呢，其他3家用的都是2亿像素，但也是有区别的。OPPO 的2亿像素呢是 HP5， 它的底呢相对来说会小一点。vivo 呢是今年的小改款 HPV， 而且焦段呢从去年的 3.7 变成了 3.5。荣耀呢是 HP9， 焦段依旧是 3.7。小米它是一个5000万像素的 GM8， 那具体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参数归参数，还是得看实测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对比吧。先看超广角，荣耀有巨大的优势，12毫米超广角看起来视野就更广，那细节肯定就不如其他3家啦。如果论细节的话，在杀暗的情况下 ，vivo 的细节呢还是4台手机里面表现最好的。另外一张超广角，小米由于视野最窄，所以它表现呢是最清晰的。OV 表现差不多，荣耀有点糊，但它的视野是最广的。夜间超广角只有 vivo 压得住高光，而其他3台呢都多多少少有一点的过曝，但细节最好是小米，毕竟它的广角呢是最窄的。主摄方面，4台手机观感大差不差，但
但细节表现 OPPO 是最好的。vivo 有点锐化，但也比较清晰，而荣耀跟小米就略微有点糊了。而边缘画质也是一样的结果，表现依旧是 OPPO 最好，但其他3台手机呢表现也还可以。换一个场景，也就只有 vivo 可以压住高光，但是细节方面表现最好的还是 OPPO。vivo 会有点锐化，但效果也还可以。荣耀的画质呢会有点劣化，小米其实也还不错，观感会比较自然。另外一处细节，也就荣耀会看起来稍微有点糊，而其他3台的表现呢都还是不错的。夜晚的主摄表现，也就小米压不住高光了，非常的明显。细节方面 ，OPPO 就没办法像白天表现的那么优秀了。4台看上去细节差距不大，这个场景 OPPO 拍出来饱和度会有点高，小米就会有点偏冷。荣耀这种偏暖的色调呢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还原的。小米只要不是遇到大面积的高光，表现其实也还可以。这个场景小米拍出来有点偏冷，而其他3台手机的色温还原得更好。细节方面反而 OPPO 会有一点糊，而其他3台手机呢就大差不差了。不过对暖色灯光还原还是 vivo 比较好。2倍考验是主摄的高像素裁切算法 ，OV 要表现都不错，就小米会有点糊。这个场景4台手机的清晰度表现呢都比较类似，但小米依旧会稍差一些。接下来就是长焦，长焦微距方面4台手机都是拥有的，但效果呢小米是最不明显的。OPPO 则是最明显的，因为 OPPO 的最近对焦距离呢大概是10厘米左右 ，vivo 跟荣耀大概是15厘米，小米呢要25厘米左右了。所以小米在用长焦拍微距的情况下，跟其他3台手机就有差距了。而且长焦有时候会用来拍一些小动物，小图观感4台手机区别不大。细节方面 ，vivo 拍出宠物毛发呢是最自然的，荣耀呢是最清晰的，但是它有点过于清晰了，感觉毛发会有点硬。OPPO 清晰度也还行，但是画质呢会有点差，小米呢就会有点糊了。只有小米没有中间的焦段接力，那来看一下4台手机的对比吧。清晰度方面，4台手机呢表现都还是可以的，小米在这里也没有表现出劣势。换一个场景，细节比较多了，小米的劣势就出来了。另外3台有潜望长焦的表现还是要更好一些。那来到夜景，小米的劣势就更大了。vivo 呢会带一点锐化，而 OPPO 呢会清晰度有点不足，表现最好的是荣耀。来到他们中焦的表现，哪怕小米开启了潜望长焦，清晰度呢依旧不如其他3台。而夜晚的表现呢也是如此，小米怎么拍都是糊的，而 OPPO 的算法也有点问题，部分糊部分清晰。vivo 的表现还不错，但表现最好的依旧是荣耀，无论是画质还是清晰度。如果说小米没有中间对焦，那也不可能啊，因为旁边也没对上焦。10倍的表现，小米的清晰度依旧要落后其他3台一个身段，而其他3台区别就不大了。换一个场景拍一张需要一些具象表现的情况下， vivo 的表现会更好，从字体就可以看出来了。而荣耀次之 ，OPPO 排第3，小米的小字基本是看不出来了。而这个场景长焦的硬件真的是决定上限了 ，vivo 跟荣耀是可以拍出那些细微的纹路了，而 OPPO 的表现呢也要比小米更好。小米感觉涂抹有点过度了，而夜景的10倍，小米就好起来了。4台手机的清晰度区别不大，不过极限画质最好的还是荣耀。10倍这个灯，荣耀的暖色就更加还原了。编织层细节表现最好是 vivo， 荣耀次之 ，OPPO 跟小米就稍差一些。但是有一个环节经常会拍的这个钢铁侠场景 ，OPPO 的清晰度怎么拍都很差，感觉是算法上的问题，甚至细节表现呢都不如小米。20号更新之后呢，它感觉清晰度会好一些，但是锐化比较严重，画质依旧是有点差，哪怕使用大师模式也无力回天。而且这个场景荣耀的表现就非常的优秀，它的细节表现甚至要比 vivo 更好。荣耀的算法呢也算是站起来了，如果焦距再长，来到30倍，对字体的更好还原呢还是 vivo。荣耀的表现也不错，但 OPPO 跟小米呢就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变形。而这张30倍也是一样的道理 ，vivo 表现呢依旧是最清晰锐利的，而 OPPO 跟荣耀表现呢都还不错，小米的表现就比较差了。夜景30倍，观感差距不大，一旦放大细节，哇，荣耀这个呢就站起来了，感觉荣耀夜景算法呢还是挺给力的，清晰度跟 vivo 打个有来有回的情况下，它的画质会更好。OPPO 感觉有点力不从心了，小米就是对比太高了。如果是更远，来到50倍，荣耀的表现呢是4台手机里面最好的 ，vivo 表现也不差，就细节不如荣耀，而其他2台只能说硬件所限了，没办法，有点糊。而这个场景也是表现最好的是 vivo 跟荣耀各有优劣 ，OPPO 跟小米呢就细节稍差。50倍拍这个夜景场景，表现最好的是 vivo， 荣耀呢次之 ，OPPO 观感还行，但就是有点糊，小米就细节跟观感都不太行。再来看一下他们100倍的画图能力，不过可以看到各家今年在算法上呢都没有像以前画图那么激进了。OV 耀3家在处理上呢都是有自家的风格，但是细节方面还是比较符合正常逻辑的，特别是荣耀可以说是进步很大了，而小米呢依旧不太行。而旁边的监控摄像头，荣耀的表现呢是最好的，然后细节上 OPPO 也还不错 ，vivo 整体感觉涂抹有点过了，所以细节呢会有点丢失。
小米还是依旧有点糊。测完常规的拍照，再来看一下他们的高像素模式。OV1的长焦都是有2亿像素模式的，而小米只有5000万。不过由于焦段有区别嘛，你站在同一个位置拍出来它的场景的视野呢是不一样的。只能说4台手机的细节表现呢都相当的不错。而室内这一张的表现呢，其实大家也大差不差，都是非常清晰。好，那接着看一下人像模式。首先是长焦人像，乍眼一看，4台手机人像表现都还不错。这一段让黄黄来点评一下。我最喜欢的话是 vivo 的这个效果，虽然呢，OPPO 看起来是更贴近我真人的，但是我既然都美颜了，我肯定想要漂亮一点嘛。然后荣耀的这个就是脸把我弄得太平了，没有那么立体五官的话，就是显得脸有点大饼。小米的话也是往淡颜的方向去改，但是呢，它本来就已经把我的阴影压了，然后又把我眼珠子给弄大了，就整个的话可能有点失真。换个场景测试一下他们的抠图细节，荣耀的发丝抠图呢就有点翻车了。而另外3台表现最好的是 vivo， 然后是 OPPO， 小米呢还是能够保留一点发丝的。感觉今年的人像表现 ，OV 呢依旧是稳定发挥啦 ，vivo 就是可以把人拍得更美，而 OPPO 呢是在保持自然的情况下去美化。荣耀今年的人像进步也很大，相比去年那种高对比黑黑的感觉来说呢，还是不错的。而小米呢依旧是中规中矩啦，发挥不太稳定。像这张拍的就挺好的，像刚刚那张拍的就比较一般。而2倍的人像，4台手机区别也不大，无非就是风格上的区别。夜景人像方面，荣耀的进步也很大 ，OV 要3台手机区别真的很小，就是小米会把人脸拍得非常的惨淡，但是小米这个抠图算法呢，居然在这种背光情况下，它表现是最好的，而其他3台呢都有一些翻车的情况。4台手机里面也就 OPPO 它的拍照有非常多的模式，所以呢就单独拎出来说一下，主要是因为它区别比较大。普通模式哈苏高清是这一次新加的，大师模式还有大师模式 JPG Max， 仔细看细节区别还是比较大的。从清晰度来看，大师模式 JPG Max 呢是表现最好的，而次之就是哈苏高清，再者就是普通模式，而大师模式呢是相对细节没那么好的。哈苏高清其实就是普通模式的5000万模式，而大师模式 JPG Max 呢就是大师模式 JPG 的5000万模式。我个人建议，如果你是拍照的情况下，随手拍普通模式就可以了。大师模式呢，千万记得开大师 JPG Max。而且通过后面的样张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，大师模式 JPG Max 呢，它在没有锐化的情况下，色调呢是非常还原的，然后它的清晰度呢是接近哈苏高清的，所以效果呢非常拔群。不过除了普通模式，其他模式呢会有个弊端，它的焦段呢是给你限制死了，哈苏高清只能3倍，而大师模式的2个模式最高也只能10倍。所以我个人有个想法 ，OPPO 搞那么多个模式呢，其实消费者用起来是很懵逼的。那干脆呢，还不如就像我这样说的，普通模式、大师模式跟大师模式 JPG Max 呢合成一个新的普通模式，里面可以有2种色彩可以切换，活力色彩跟大师色彩。活力色彩呢就保持现在的普通模式啦，高清、轻锐化，然后色彩艳丽，一眼讨喜。而另外一个大师色彩就有比现在的大师模式，它是可以覆盖全部的焦段了，从超广到100倍都没问题，但是它要具有现在大师模式的影调跟超低锐化的那种感觉。而它这个普通模式呢，本身就可以切换2500或者5000万的像素模式，这样消费者使用起来呢，它的成绩就更加的明显，而且这样也不会限制消费者使用大师色彩去拍30倍或者更远的照片。而这个哈苏高清就可以先保留下来，主打呢就是高清成像、超高清的动图。觉得我这个想法好的，把 OPPO 打钱打在公屏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凡。现在是4台手机的主摄录像，4K 60帧。这条巷子呢，已经给大家录过不小于10遍了吧。好，御用小巷子，现在是一个简单的行走。大家可以看到4台手机它们的稳定性效果如何呢？如果我简单跑起来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稳定性。好，4台手机都切到超广角了。现在是简单的走动。今天遗憾就是没有出太阳，下了点小雨。
天还是有点阴的。啊，好，那我现在跑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防抖效果如何。现在是他们的长焦对比，那现在是一个简单的走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稳定性如何。这边是屋檐下稍微暗一点，然后这边呢，它是一个 LED 显示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4台手机的前置 4K 60帧录制，试听一下4台手机的一个收音效果。我现在是一个正光，所以大家，我现在是简单的在走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防抖效果。那转过来，现在是带一点点那种背光效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班，现在是4台手机的夜景录像。目前这里的走道呢是非常的暗的，还是这条熟悉的巷子啊。现在是跑动啊。好，现在是他们的超广角录制。9月份的建议会这个高度是上会。好，通过刚刚对比呢，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出来4台手机的影像区别啦。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说硬件多好，它的体验就多好，但是硬件肯定是决定你能力的上限的。vivo 跟荣耀呢，2台它的长焦呢都是非常强的。荣耀非常意外啊，怪不得那个高管呢能够那么胸有成竹，原来他今年的算法确实改进了不少。而 vivo 呢，就是稳定发挥，综合实力呢依旧是最强的。OPPO 今年它的这个长焦呢，就是规格上呢会略差一点，主要还是因为算法的问题。当然，算法的东西是可以 OTA 的，这一点呢我又要说一下了。人家荣耀这台买的也是先人一步，昨天买到手我就立刻收到了上市固件，所以有时候你大版本，你不需要等到你正式开售才推送的，因为你现在的手机都是有先人一步开售的，提前买到的消费者拿到手，发现好像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你这个口碑不就崩了吗？所以我个人觉得说，现在的手机厂商呢，既然你要提前开售上市固件版本呢，就要在你消费者能够正式拿到手的那一刻，你就要给更新了。小米这台属于什么？属于是硬件比较拉垮了，表现确实是比较差强人意了。你比其他3台还多了一个 Max 的后缀，小米这一台我也评价太多了，这里呢就不予以评价了。反正喜欢的人呢就非常喜欢，毕竟它的销量呢还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那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。求各位小伙伴不要吝啬你们的小手啦，给个3连，给个关注，后面还有一个标准版的横屏所以想看的记得点关注哦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